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5季前情提要。拜瑞安全送走了所有转化人，为了防止老禅师再次屠杀，给予了所有人新的身份、新的工作。交手中，冰霜杀手划破了老禅师的身体，上面的血液样本将会是治愈解药的关键成分。而诺拉的幕后指使者正是斯旺，斯旺距离死刑的时间不足1个小时，他将会利用这1个小时帮助诺拉打败老禅师，这对他来说极其重要。之后的时间，斯旺教会了诺拉控制脉搏频率，管理微表情，改掉小动作，摧毁所有不利证据，一切都是为了让白瑞不起疑心。诺拉顶着这么大的风险，就是为了帮父亲抓住老禅师，现在解药很快就能研发成功。白瑞打算用爱感化老禅师，他要唤醒昏迷的格雷斯。夏洛克在多元宇宙购买了一台记忆机器，由于格雷斯昏迷时间过长，导致他的潜意识把自己隔离到了特殊地带，因此白瑞需要利用这台机器进入格雷斯的意识里，找到特殊地带的格雷斯，并把他带出来。当然，这台机器并没有那么简单就能运行，想要进入别人的记忆，最好是结伴同行，这样能保证2个人安全回来。曾经夏洛克就和华生一起破解过一起案件，2个人的确安全归来，但过程中记忆同步。夏洛克看到了好兄弟华生绿了自己，没错，结伴同行的副作用就是记忆同步，2个人的记忆会互相传递到对方大脑中，而在座的只有2个急速者，急速者能够更安全更快地完成任务，这就意味着诺拉和斯旺的小勾当会被传输到白瑞的大脑里。其实夏洛克还想通过这个让白瑞看到诺拉的秘密。夏洛克立刻起身去医院给格雷斯带上传输器。诺拉此时慌得一匹，趁大家都忙去了，诺拉呼出吉迪恩评估风险。夏洛克此时已经完成任务，为了不让白瑞知道真相，诺拉决定独自一个人前往格雷斯的意识中。他来到的第一个地方是警局。这一天，格雷斯的父母刚刚遇难，诺拉哄着格雷斯回到了入口，可入口却意外消失了。现实中，夏洛克通知了所有人紧急情况发生。由于诺拉的进入，导致格雷斯的大脑采取了防御措施，封闭了所有出口。诺拉现在相当于一颗病毒，主动进入了杀毒软件当中，最后的结果只有死亡。这也是夏洛克为什么一直在警告要组队前行。为了救回女儿，白瑞和艾瑞斯决定一起进入格雷斯的意识。此时，诺拉已经被格雷斯拉到了另外一段回忆当中，他和舅舅奥林的生活。白瑞2个人同样来到了警局，这次的主角不是格雷斯，而是诺拉的意识。不出意料的，他们被困在其中，陷入了双重梦境。想要进入格雷斯的记忆，就必须先逃出诺拉的记忆。2人首先来到了闪电侠博物馆，看着自己的各种周边玩物，白瑞都忘了女儿的事儿，而诺拉此时就在一旁。由于诺拉在格雷斯的意识中，所以在他的意识里是没办法和白瑞交流的。诺拉把闪电侠当成了自己的英雄，因为他当初根本不知道闪电侠就是自己的老爹。在闪电侠博物馆深处展览着所有对手的基本信息和装备，即使在2049年，老禅师也没有落网，他杀的人数远比纵红色死神要多得多。此时记忆中的艾瑞斯赶了过来，他非常不希望女儿过于研究闪电侠。另一边，格雷斯每天都非常高兴，奥林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，把格雷斯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而诺拉却被玩偶屋吸引了注意力，因为玩偶屋和舅舅侄女2个人的家一模一样。诺拉请求格雷斯带自己去最后的记忆，这个地方不是嘉年华，而是病房，是奥林每天的陪伴，包括奥林每天都出去寻找转化人屠杀。虽然格雷斯陷入了昏迷，但他能听到外面的所有对话。他已经把闪电侠小队当成了伤害舅舅的罪魁祸首，诺拉也因此陷入了危险。格雷斯启动了大脑中的杀毒程序，他要保护自己的舅舅不受闪电侠小队的伤害。杀毒程序，老禅师拿出匕首开始追杀诺拉，诺拉拼命逃到了警局。在梦境中，神速力也失去了效果。现实中的夏洛克和凯瑟琳想尽一切办法联系上了诺拉，因为遇难的还有白瑞。不久前，2个人目睹的未来的艾瑞斯有多么残暴，他不但不让女儿研究闪电侠，还把他的玩具摔了个稀碎。艾瑞斯担心自己未来真的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正当2个人准备前往下一个记忆的时候，展览的逆闪电符动了起来，诺拉也开启了防御系统，逆闪电开始追杀白瑞他们。好在白瑞及时发现，逃过了一劫。凯瑟琳此时让诺拉也联系上了他们，白瑞2人陷入了混乱记忆，刚刚经历的那一切，哪一段是真的，哪一段是假的都不知道。想找到出口去救诺拉，就必须找到真正的记忆。白瑞突然想起了刚刚看到了艾瑞斯，那不正是诺拉口中一直叙述的坏妈妈吗？也许那段记忆根本不存在。2个人重返了反派展览室，结果逆闪电立刻追了过来，一瞬间白瑞和逆闪进入了决战。另一边，诺拉也和老禅师陷入了僵局，没有神速力根本不可能打赢老禅师。白瑞第一次生擒了斯旺的时候，真实的记忆慢慢显露了出来。第2次，斯旺擒住了白瑞，艾瑞斯立马使用敌物的轮椅打散了逆闪，
同一时间，老禅师意外地撞碎了玩偶屋，同样还原了格雷斯的真实记忆。白瑞这边真正的记忆是艾瑞斯一直在用母爱感化女儿，他为了保护女儿，说白瑞是闪电侠的忠实粉丝，来到闪电侠博物馆容易触景生情。对于一个从小失去父亲的孩子，艾瑞斯能够做的只有保护和陪伴。随着真实记忆的显露，出口也浮现在了白瑞面前。格雷斯这边，他的真实记忆中有一个女版老禅师，善良的格雷斯不复存在，他的脑子里只有复仇，为自己的舅舅复仇。此时的白瑞及时赶到，救下了女儿。由于格雷斯彻底黑化，3个人最终也没能唤醒他。另一边，拉尔夫连哄带骗地把希斯科拉到了酒馆。拉尔夫的目的是让希斯科接受新的生活。自从希斯科受伤时候，就变得萎靡不振。在这儿，希斯科认识了另一位心仪女孩卡米拉，这才是拉尔夫想要看到的景象。白瑞这边，他们发现了格雷斯昏迷不醒的真正原因，卫星碎片嵌入了他的大脑，为他大脑设立了一道结界。他们已经不能尝试唤醒格雷斯了，但是在记忆中，诺拉见到了老禅师和格雷斯的家，这也许是一个突破口。对于自己独自行动的事儿，诺拉也是随便扯了一个理由。身为父母，何况女儿也没事儿，白瑞也没有打算多问。可夏洛克却看出了端倪，他直言诺拉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秘密，但没有足够的证据。夏洛克立马改口说这个秘密是关于艾瑞斯的记忆。趁大家都走了，夏洛克问起白瑞，诺拉意识中的防御机制到底是什么？听到逆闪的名字后，夏洛克仿佛理清了所有思绪。格雷斯的意识中，他对于诺拉的到来充满了恨意，因为诺拉骗了他，意识中的想法已经牵连到了他的身体。随即诺拉来到了2049年的监狱，他告诉斯旺，夏洛克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。斯旺是个聪明人，他告诉诺拉，夏洛克仅仅是怀疑，并不知道真相。如果他知道了的话，来这儿的就会是白瑞而不是你。如果真相暴露，你爸第一时间会来到面前威胁我。斯旺想了一个办法，分散夏洛克的注意力。治愈解药的研发到了最终阶段，理论上来说，解药需要一个中和的时间差，如果想给老禅师注射，就必须拖延足够的时间。凯瑟琳有另一个办法，某科研公司研发了一套神经停滞发生器，类似于生物 EMP， 一旦启动，范围内的生物或者人类就会立刻被限制行动。只可惜这个东西不久前被偷走了，而刚好拉尔夫认识一个能打听到消息的人，偶尔帮他查到了黑市的新老大金面人的消息。如果想找到发生器，就只能虎口探险一波。同一时间，根据斯旺的指示，诺拉带着夏洛克来了一次艳遇，因为时间线是可以改变的，一点小小的改变都会衍生新的视角。诺拉提前布好了陷阱，只等那个有缘人过来和夏洛克邂逅。夏洛克和雷尼互相交换了信息。身为侦探，夏洛克很快分析出了雷尼的生活习惯，一度被当成了尾行自己的臭流氓。职业病害的夏洛克第一次见面就留下了一个最差的印象。另一边，白瑞和拉尔夫来到了黑市，刚进门就被带上了抑制器，并且切断了一切通讯设备。黑市买卖着各种危险的武器，甚至有一批武器是专门用来击穿警员的特制防弹衣的。白瑞自己就是一名警察，当然不可能让这种东西流窜到坏人手里。他想都没想就说自己全包了。以拉尔夫的经验来看，在黑市过于声张会引来杀身之祸，何况他们2个人是来找发生器的，其他事儿暂时放一放。而金面人已经注意到了他们，他发现白瑞的身份非常神秘，根本查不到，并且准备杀人灭口了。白瑞急中生智，给自己编了一个身份，化学家，一个驰骋黑白两道却从来不留下任何痕迹的冷血杀手。为了保险起见，金面人不想得罪任何神秘的客人，但他是一个生意人，发生器不可能免费提供给他们，除非今晚白瑞和拉尔夫帮他偷走一台 3D 打印机。这是一台能够打印人造器官的机器，放到黑市上可以大赚一笔，放在医院可以救死扶伤。思前想后，白瑞决定冒险尝试一下。可他是闪电侠，还是一名警察，从医院偷走救人的东西是违背他的良心的。拉尔夫看出了白瑞的纠结，出发前就把他锁在了卡车上。白瑞做不到的事儿，他拉尔夫义无反顾，为了兄弟，他必须独自去探险。来到了打印机面前，上面标注了所有患者的信息，无一例外全都是小孩子。现在拉尔夫也陷入了纠结，他立刻打晕了身边的劫匪，眼睁睁地看这群孩子死去，可不是拉尔夫的风格。可他这一举动引来了杀身之祸，无法使用超能力，根本不能脱身。好消息是白瑞早就逃脱了，立刻配合拉尔夫干倒了其他人。既然没有超能力，就用老办法解决麻烦。他们必须保证打印机安全留在医院。2个人扛起他娘的意大利炮就冲了进去，完美打着配合，突袭了所有人。打印机是保住了，可金面人亲自赶了过来。拉尔夫和白瑞二话不说，一通扫射。金面人的名字可不是中二病，他身体全部是由黄金打造，坚不可摧。没有超能力的2个人被暴打一通。拉尔夫即将被勒断脖子的时候，白瑞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一个闪身让金面人的金链子打中了电箱，高压电的高温直接融化了金面人。
但他们给他留了一口气。同一时间，艾瑞斯找人问到了奥林的旧址，听说这个房子已经转卖给了罗比。他悄悄溜进了奥林的家中，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就被奥林发现。因为奥林的假身份就是罗比，艾瑞斯说自己是一位记者，来调查这边自来水中毒的事儿，一通乱编，希望能拖延时间。等他问了一堆问题后，准备离开时，奥林却发现了端倪，掏出闪电匕首堵住了大门。为了逃命，艾瑞斯推翻了玩偶屋，这下奥林被彻底激怒。就在他准备一刀杀死艾瑞斯的时候，一支钢笔正中他的伤口。艾瑞斯反击过后立刻逃了出去，临走前不忘留下一句狠话：我们一定会打败你的。艾瑞斯逃出去后给白瑞打了电话，所有人立刻来到了奥林的家里，一阵搜索没有任何线索。可刚刚那一支钢笔让艾瑞斯发现了老禅师的弱点。另一边，夏洛克也不想放弃雷尼，在诺拉的怂恿下，他联系了7个前妻，而这7个前妻全都是雷尼的二童身，他一个女人娶了7次。前妻们指导了夏洛克，有了准备的夏洛克重新找到了雷尼，首先道了歉，然后解释说自己是个侦探，通过另一个客人的肢体细节和表情推理出了一系列事情。这一下雷尼彻底相信了他，两个人交换了联系方式，期待下一次见面。而雷尼离开时，夏洛克发现他并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一位转化人，转化人的后果就是被老禅师杀害，暗中保护雷尼成为了夏洛克新的麻烦事儿。诺拉的事情顺利被抛在脑后，这一切都归功于斯旺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